大家好，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公众号给大家推送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给大家推送了40个我们在日常的亚马逊运营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这个工具。然后推送了以后呢，好多小伙伴私信我们说这些工具呢都挺好的，但是能否给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下这个具体的每个工具是如何使用的？那么今天呢，我将这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列表里面的前20个工具是如何使用的后面呢再做一期视频，把下半部分的后面的20多个这个工具怎么使用，跟大家再逐一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视频如果分享40个这个工具呢，篇幅有点太长了。好，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老规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聚焦跨境电商亚马逊及独立站的相关的干货知识分享。如果你有志于从事跨境电商行业，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哦。好，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那么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顺序逐一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每个工具呢是如何使用的，然后这工具里面有哪些呢？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先来到我这个网页端，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工具开始吧是这个 Jungle Scout GS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工具怎么使用，我也专门出过这个选品的教程主要呢是用来给我们进行选品的工作的。然后这里面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里面有一个免费的工具如果你没有购买这个 Jungle Scout 的话你是可以在这上面呢比如说你想预估某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销量你可以来到这个Resource 里面有一个这个Estimate Tool 就是这个预估的工具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大类的排名呢，大家可以输入进去比如说我看某一个产品，我先打开这个亚马逊点开一个，我们随便点一个产品吧比如说就是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大陆的大类下面的排名是多少3415在这个户外的这个类3415，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下这个，然后选择一下是美国的亚马逊站点，然后再选择一下它这个大类目的这个这个类别，那么计算一下，这个工具呢是免费的，我们可以预估一下它每个月可以卖出去多少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免费工具来参考一下具体如何使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页面上的那个置顶视频，跟大家讲这个 Jungle Scout 如何使用的那么第二个工具呢叫 AMG Shark 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选品工具，里边的话可以做一些这个销量的追踪你这个产品逆势的这个判断或者是排名的这个追踪还有关键词的挖掘等等这些其实跟这个 GS 或者是 Helen10 或者 Avalanche 它们的功能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它好在有一点它是支持日本站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话支持日本站的工具比较少。如果你是做日本站你可以试着去使用一下它这个产品AMZ Shark。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工具，那么第三个工具就是 Kappa 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我们用来追踪这个产品历史销量记录的。那么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这个工具就是我们安装了这个，在谷歌浏览器安装以后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一下它是价格历史是怎么样的排名是一个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就是更直观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是怎么个变化法它中间做了哪些什么促销活动之类的，给我们选品的过程中呢做一个佐证做一个数据的补充大家可以试着去下载一个这个工具然后第四个工具呢是 Helen10， 那么 Helen10 我的日常的这个视频中呢也涉猎过很多内容了，今天也是跟大家推荐一个这里面它的一个免费的工具它里面有一个免费的工具叫这个 URL Builder， 那么就是里面可以我们自己做一些超链接这个工具是免费的你可以把你的比如说这是2步的这个品牌的这个链接，你可以把你的品牌加进去，关键字加进去目前来讲呢，最近亚马逊有一个政策上的变化我建议大家在做这个超链的时候呢，还是只选择第2步现在亚马逊是逐渐的可以来
追踪到你这个超链的是超链以后你这个流量来源是哪儿？是你是做了 Facebook 广告，还是做了一些其他的这些送测的活动？它可以追踪到这个流量来源。尽量的大家去选择这个超链的时候，做超链的时候就选择第2步吧这个目前亚马逊还是这个功能目前亚马逊还是追踪不到，但是像其他这些链接呢，亚马逊是可以追踪到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用第2步然后第5个工具呢是 Avalanche。那么这里面的 Avalanche 也是跟我前面介绍的像这个 Helium GS AMG Scout AMG Shark 都一样，是这种这个综合性的工具但是里面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免费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利润计算器，也是来到这个 Resource 里面有一个这个亚马逊 FBA 的利润计算器。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有目标产品了你可以把它的这个 ASIN 复制进来，然后让它去给你预估一下你大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你看这个烧烤套装，它的收益大约是$18.32大家在选品初期呢，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判断主要这个工具也是免费的嘛，大家可以试着去看一下。好，然后呢，接下来第5个这是第6个工具是 AMG Scout。那么 AMG Scout 呢，我之前也出过这个专门的这个选品教学视频大家也可以看一下。AMG Scout 的这个销量的预估付费版是非常准的。有过比较它的应该是比 GS 和 Helium 在插件端的这个销量预估都准一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表格那么我刚刚逐一给大家介绍了 GS、AMG Shark、Kappa、Helium、Avalanche、AMG Scout。那第7个工具呢叫 Zone Pages。Zone Pages 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Zone Pages 里面的话它主要的功能还是挺丰富的但是这里面呢没列一个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叫 Keyword Boost 功能它可以定向的来推一个某些关键字的这个销量，然后来增加这个关键字在你这个 listing 的这个权重这个是付费版的，大家里面去可以看一下。那么像其他的这个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库存保护也有一个这个付费版的这个连接超链的一个生成器可以做这个 landing page 对 Zone Pages 做 landing page 很方便很快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follow up 邮件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每当你出单的时候，你可以设置模板，然后类似于站内催评的这么一个功能后面呢还有一个这个 ManyChat 的一个插件，这个 ManyChat 的这个插件就比较进阶了里面是会做一些这个我们做产品推广初期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做一些这个站外的一些这个促销可能会用到，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功能，比如说它可以帮你去找这个愿意去帮你这个去测评的人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还可以做一个加购的一个动作。我之前呢也讲过，这像是这个 Add to Cart， 像这个加购率也是很重要的。它通过这个 ManyChat 里边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的一个这么一个设置的一个游戏吧，然后把它放到你的这个广告活动里面去推广这个广告活动，然后去增加你产品的加购率。Zone Pages 大家可以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好，我们再看那第8个工具呢是模词那么模词呢很重要模词也是我们在选品初期看一个关键词的这个流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功能大家就会它是全站点都可以适用的不是说只有些欧美站点它日本站也可以查看一些这个关键词月均搜索量然后它热度是怎么样。好，我再继续模词之后呢有个 Camel 这个工具我就不过多的去叙述了就是一个价格追踪的一个功能。我之前的上一篇工具有一个叫10个免费工具里面介绍过这个工具，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是 Pageful我觉得有必要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么 Pageful 是什么呢？它可以做一个就是付费调研吧。那么我们作为亚马逊卖家常用的可能就是做一个这个我们产品包装的一个调研，其实它可以做好多其他的这个调研它收费标准就是一般的话你要是收集50个这种这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50，然后呢你可以去搜集像 Prime 会员他们的真实的意见。
那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 listing 转化率不太高，然后呢，我们想更换一下主图啊，提升一下这个点击率，提升一下转化率。那么我们可以就是拍2张不同的主图，再加上你原先的那个主图，然后呢你在更换之前呢，在这里面先做一个调研你看一下他们的意见，就是说看哪个主图是原先的主图不好在哪儿新的主图好在哪儿，然后呢他们不是说只是简单的投完票就可以了，然后他们还会写出自己的这个意见告诉你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下一个工具，我就不去看这个表格了这个表格大家在下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就按顺序讲。那么我们下一个工具的话呢是这个是这个什么？是这个一个这个 Fixspot.com， 它是一个什么工具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预估一下，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竞争对手它的这个 review， 我们想看一下它有多少是刷的它这个 review 的真实程度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安装这个插件在我们的这个电脑上浏览器上面点开了就会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提示看一下它这个真实的这个评价是怎么样也是我们作为分析竞品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工具。OK， 那么继续看下一个那么下一个这个网站呢是这个美国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这个网站我们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的这个竞争对手有些想查看一下我的原始的供应商、出货商是什么信息他可能会在这个网站上来查询我的提单。那么我就可以跟这个网站上发一封邮件告诉他我不想把我的这个进口信息展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或者是其他从第三方从这个网站抓取数据的网站上面把我的这个进口商的这个公司名都隐藏掉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在这里面留言，一般的话它2个星期左右会给你一个回复最近可能工作效率会慢一些。这个呢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大卖有可能会用到一般的刚初始的这个小白阶段可能不太需要这个东西。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工具那么下一个工具是一个 emoji 表情的生成器我们经常在亚马逊这个前台可以看到有一些它的这个 listing 上面5点它可能会添加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emoji 表情像这个笑脸像这个动物这个表情，像什么各种这个标志的表情，大家不知道在哪里去找。那么这个网站大家就直接 copy 一下，然后就粘到你的这个编辑 listing 的时候，在5点的前方贴上就好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下一个工具是Fiverr 的呢，我之前上一期视频刚讲过，就那个如何查询专利里边时候比如说像这个 Amazon Patent Check 就会找一些这个老外的帮我们去查一些专利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想做一个这个 P 图像你让他拍产品图片可能是不太好，但是呢你让他拍一个比如说 Amazon Product Listing 之类的做一个 listing 的优化还是做一个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有些 P 图要让他们去做收费都不是很高主要是人工性的工作，上面有很多印度人他们就在接单价格会低一些，当然了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我尽量大家如果像什么 listing 像这个比较注重这个语法还有这个地道的文字排版这些东西呢，你还是找这个美国人去做。像这个 P 图比如说你想给你的图片上加一个什么 logo 加一个什么字体你可以找一些印度人去帮你做。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工具那么下一个工具呢是一个长尾词的生成器这是一个免费的比如说我想搜一个这个 barbecue gloves 我点击 generate 验证一下然后它会以这个词呢为种子词，帮咱们就是补充一些这个长尾词大家可以看一下长尾词它的出价它的这个搜索热度是怎么样的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把它放到你的这个关键字的这个收集栏里。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工具同时呢它也不是只是面对这个亚马逊的，它可能也面对的一些全网的一个这个关键词，但是它是免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稍微看一下。
看来呢是有一个这个 fakener 点 me 啊，就是怎么说，它是一个生成免费的美国地址和美国名字的那么一个网站。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这国外的软件啊，它可能非常讨厌让你填一些信息，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先去上网去搜一些美国的地址啊、邮编啊，然后名字之类的。那么通过这个网站呢，我们可以一键生成啊，这些假的名字啊，我们就可以用它去用一下啊。就是注册一个，然后反正也不是经常使用吧，就是应急用那么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呢是一个这个 keyword 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终极的文章吧啊，也是这个一个大神的Blacklink 的这个创始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文章的含金量很高啊，你看光分享量就已经有7000多个了。基本上，当然了，都是英文的。如果你英文不错的话，我建议你把这篇文章啃下来啊，基本上你就会对这个关键字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也知道怎么去设置，怎么去查啊，还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到第20门这个关键词调研的这个工具了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呢，继续把后面的这个后20多个这个工具啊，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怎么使用。好，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在这个视频这个给我留言，然后我会进行答复的。最后呢，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了对你有所帮助，还请能帮忙点赞、留言、关注、转发。好，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